成婚那天，我喝了我娘端给我的汤，腹痛难忍，蹲了1个小时茅房出来，迎亲队伍走得不见踪影。我娘看着我，叹了口气说：“你表妹命苦，就让她替你嫁给世子吧。”我表面委屈，娘，到底谁才是你亲生的女儿？可心里乐坏了，那个残暴的男人，他喜欢拿去旧事。想说正文开始了，一帘幽梦邀你一起看。表妹的父母是在去上任的路上被刘匪杀死，至于他一人，我的父母就将他接过来，与我一起生活。表妹她人生的美，妥妥的一朵白莲花。入府第1天，在看到我后就低头垂泪。我娘问她：“莲儿，这是怎么了？”“这是你的表姐，你们小时候还见过的。表姐生得真美，这身衣料也十分华贵。我父乃乡下小吏，从记事起，我从没穿过如此好的衣衫，我只是太羡慕了而已。”我皱眉，这个妹妹好生怪异，她没穿过又关我何事？但我娘好似入魔般，竟心疼地哄着她，还让人搬空了我的丝裤，将那些面料都给了她。我与娘闹过，可是她竟然皱眉说我姐儿是高门贵女，哪知道贫苦人家女儿的不易。你表妹那般苦，父母心丧，肯定心情不好，就让她吧。我当时一想也是，不过几块面料，何必斤斤计较？可接下来，我慢慢觉得，在这个家里，我的一切都被表妹慢慢取代了。比如说，我娘和我爹用饭时身边的位置；比如我最近吃的菜，姐姐自小的饭食当真精细，这鸭舌做上一盘得用多少只鸭子啊？定是好吃的不行。不像我，自小生活在乡下，一年都吃不到1只鸭子。说完，还露出一副非常感伤的模样。我娘马上说：“孩子别哭，这也不是你的错，快把鸭舌端过来给莲儿吃。”有婆子过来端菜，我用筷子按住，冷冷地说：“这些鸭舌是祖母送我的庄子一直养着的100余只鸭子产的，别的也没浪费，有的送去家中食铺，有的在府中做了几道美食上了餐桌。怎地表妹还会如此感叹？不过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罢了。还有，这是祖母知道我爱吃这道菜，生前就吩咐庄里的人给我养的，别的我可以让，这个不行。”表妹一听，立马哭唧唧道：“姨娘，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我还是回乡下吧。”“那就回去吧，别在这儿眼皮子瞎潜。”我站了起来，自有丫鬟为我披上披风。我娘摔了筷子：“姐儿，莫要胡闹，这多让你表妹伤心。”我那表妹确实哭了起来，我听得心烦，将这几盘鸭子的菜都给我端着去房里吃，不顾父母生气，我仍然这般做了。到了自己的暖房，就有管家将近日的铺面账本都送上来。我祖母在世时，因我娘不善经营，我爹又忙着外面事务，就将我培养起来，管着家中产业。别的不说，这些年家中所有的银子都是我拼了命赚回来的。看完了账本，丫头春桃替我捏肩，小声抱怨：“咱们家来的那位表小姐可真有意思，怎么就喜欢与您作对？您喜欢的她都抢，还真的是眼皮子瞎潜的。”我手一顿问：“你刚说什么？”“我是说，她什么都想抢你的。”我一下子站了起来，笑着捧住春桃的脸亲了她一口。小丫头被我亲懵了。是啊，她的确是爱抢我的东西，而我的父母也十分纵容。那么这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呢？只是我娘为什么要对她那般好呢？万事胜过了我这个女儿，从小到大她都与我不亲，本来以为是我抢了她主事的差事，让她这个当家主母没有面子。可自从表妹来后，我发现她就是不喜我，因为我不是个男孩，没有办法替她拢住父亲的心，没有办法阻止那些被抬进来的姨娘。但这些又关我什么事儿？既然她想在别人身上找到亲情影子，那我就让她帮帮我。10日后，某个官员夫人的赏花会上，我娘非得让我带着表妹同去，我思前想后的同意了。而在那里，我远远的仰慕的看了一眼我的未婚夫，青阳侯府世子赵君望。他站在一群家公子中，也是鹤立鸡群，遥遥一望，便让少女心醉。小姐，你看是姑爷，这京城才俊也没有哪个人能超过咱们姑爷的，若非当初太夫人做主，
咱们也高攀不上。我含羞带怯的点头，对正瞧得如痴如醉的表妹横了一眼，看看就得了，你可连走进世子爷的身边都不配。好了，小姐，咱们快走吧，莫让人瞧见了。这成亲之前，可不能与世子爷相见，怕惹来闲话。小桃听了我的吩咐，事儿干得贼漂亮。我表妹果然惊讶地问：姐姐与姐夫并没有见过吗？不曾，这京中贵女哪似你们那些小门小户一般随意与外男相见。我随意之言，表妹应都记住了。回去之后便与母亲越发的亲近，甚至还时不时的就突然间病了，弄得我母亲都没有时间来管我了。我正好得了空，把自己的嫁妆偷偷剪去了大半，箱子还是那些箱子，只是里面的东西不同了，银子只有上面一层，下面的都是用棉花铺好的，然后安心等着嫁人。毕竟年关之前我便要嫁人了，毕竟是祖母定下的婚事，无论如何我都得嫁。但若是有人特意破坏，那我便可躲过去了。那赵君望虽说是世家公子中的典范，但是只有我知道，他有病，把所有的事儿都为他们铺垫好了。等成亲这日，我娘给还没有来得及穿喜服的我送上了一碗莲子羹，我儿赶紧将这碗莲子羹吃了，到时候便能百子千孙了。娘，我穿上喜服再用如何？不行，万一弄脏了怎么办？我娘冷着脸说。我心底冰凉，为了那个假女儿竟如此费心吗？那便听母亲的。我接过莲子羹，慢慢喝了几勺，觉得这味道真的是苦到让人想流下泪来，只不过担心这东西喝多了身体不好，很快就放下了。我娘竟然命令道：全喝了。我手指一颤，用手捂住自己的肚子，皱了下眉。娘，我感觉自己的肚子有点疼，想去一下茅房，再忍忍。我娘眼中有喜色，但可能因为时间不到，就让我忍，真的很心狠呐。我吸了口气，真的是等到喜婆帮我上完了妆，然后外面已经传来了迎亲的喜乐之声。娘，我忍不住了。我表妹这个时候也走进来，就对我娘点了下头，她就笑着说：那你快去吧，我让人给你煎些药，免得在轿子上再不舒服。多谢娘。我直奔茅房，在里面蹲了好久，真的很难受，肚子很疼，我也忍不住掉下了眼泪，不过就几滴而已。等我擦掉之后，再出来时，我便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模样，在里面整整蹲了2刻钟，拉的脸色有些苍白的出来。还好我提前让人配了解毒丸，吃下去好多了。等走出来的时候，就见已经人去楼空。我准备了1年的喜服，绣了2个月的盖头，随身的喜包全部都不见了，甚至除了小桃，我身边打算带着的2个婆子与丫头也都跟着走了。我娘看来是刚送完亲回来，看到我站在那里迷茫的样子，就扑过来说：儿啊，娘瞧你实在病得厉害，怕耽误时辰，就让你的表妹替你上了喜轿，毕竟世子他也不等人。我冷笑一声，其实你们是故意的吧？那碗莲子羹里面放了东西，为的就是让我表妹替嫁。之前我就觉得她奇怪，在宴会上见到我的未婚夫之后，眼睛就没有离开过。我娘有些心虚，马上哭道：你表妹命那般苦，就让她替你嫁与世子吧。你有你祖母给你准备的嫁妆，以后嫁了什么样的人家都会将你视若珍宝。但你表妹不一样，她什么也没有。娘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呢？竟然让她带着我的嫁妆抢走了我的夫君嘛！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到有点看不透自己的母亲了。而我娘擦了擦眼泪，拉住我的手说：你是我的女儿，娘怎么可能让她带着你的嫁妆出嫁呢？本来是88台，我只让她带走了10台，别的都还在咱们家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娘不是最爱表妹了吗？说好的88台嫁妆，突然间变成了10台，到时候侯府那边岂能让表妹过舒心日子？我这样想，也这么问了，哪知道我娘竟笑了。你表妹本也不是什么高门贵女，嫁入侯府已然是她难得的福气了，便是少了些嫁妆又有什么关系？她到底是正头娘子，侯府想休她也没有什么理由。我的心越来越冷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猜到了我娘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。
这么多年，我原来才是最蠢笨的那个，完全没能看出我娘的心思，她才是最可怕的那个，几乎把我祖母和我算计到骨头里。原来我这样的凉薄无情，全是像她呀。想到此，我突然间苦笑起来。而我娘，我知你还私藏了一些，要不也拿出来让娘帮你守着，免得被别人算计了去。我拳头紧握，含笑道：不劳母亲费心了，您太过劳累了，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。我娘微微一笑，带着人走了。一边的春桃道：夫人怎么突然间好像变了个人？她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是蠢，现在是阴险。我叹了口气，怕是没有钱贴补她那个娘家了，把心思都动到我这个女儿身上了。那小姐的嫁妆岂不是被表小姐和夫人给分了？我摇了摇头，还早，只不过这个家我不想再住下去了。回到屋里，打开了外祖母留下的锦囊，她老人家大概早算到有这一天，临死前说过，哪天待你娘变得不再是她的时候打开，可助你脱身。本以为不会有这一天，哪知道还真用上了。用针细细挑开，打开时是一张地契，上面还有一封信。地契是城中偏东的一处四进宅子，那地段寸土寸金，跟在他老人家那么长时间，我竟不知他还藏了这么好的地方。在打开信看后，我整个人正在原地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这个母亲对自己爱搭不理，甚至现在还要抢夺自己的嫁妆。我冷笑一声，亲情这东西如果真的不奢求了，那还真就没有什么可以在意的了。3日后，表妹回门，我和母亲自然要亲自去接。本来我可以称病不来，可是我很想看一看抢了我夫婿的表妹是否幸福。眼见着她是瘸着进的后宅，我娘马上迎上去关心，这是怎么了？可是摔着了。姨母，你快救救我，这婚事我还给表姐可否？她扑在我娘身上痛哭流涕。我的儿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当初可是你求着我非得要嫁过去，如今这才过了3日便要反悔，当人家侯府是什么了？我娘叹了口气，看来是断不会放开我这棵摇钱树的。表妹一下子跪在我与娘面前，大哭：姨娘，你不知道，那个世子是个，知道我不是表姐之后，便强要了我，还踢断了我一条腿。哦吼！我在一边咯咯地笑出声来，那可真是太好了呢，这可是你用心算计来的婚事，好好享受哦。你怎可这样？我这罪都是替你受的。表妹站了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大骂。我捂着嘴不让自己笑得太大声。我让你替我了吗？分明是你们抢的，那为什么我的嫁妆少了那么多？今日侯府的管家问我怎么与嫁妆单子上不符，姨母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表妹哭得梨花带雨，我马上替我娘说了话，你又不是我们府上正牌小姐，我娘只是按照表姑娘出嫁贴补的嫁妆，怎么你这么不要脸吗？不但抢了我的夫君，还要带上我所有的嫁妆。我表妹马上又来了那套，我从小生活就清苦，乃像姐姐锦衣玉食，又有那么多嫁妆，无论嫁到谁家都不会受欺负。说完就擦了擦那无形的眼泪，你受苦了，但是那些嫁妆可是你表姐的私物，咱们谁也动不得的。我娘似乎是十分心疼表妹，开口说了出来，是呢，我娘也是动不了的。如今既见到表妹这般幸福，那我也不好再待在这里了，免得撞上了表妹夫，惹得她不舒服。毕竟我对外还趁生患恶疾呢。是的，表妹嫁入侯府之后，我娘就以我身患恶疾为借口搪塞人家过来询问的管家，所以不是世子也想洞房，是他根本没有办法退货。我娘听说我要搬走，马上就冷了脸。不行，父母在堂前，你怎可搬出去外住？若是被人知道了，只当我府上没有教养好你这个女儿。原来你还在意我这个女儿啊，还以为你为了她什么都不在意呢。我笑了一声，我娘的脸色立刻就不好起来，她看了我几眼，似乎在怀疑我是否知道些什么，最后还是挥手说，去吧，暂住几日，等着事情平息了你再回来。是，多谢母亲。我出来后，将自己的小库房与全部家当都浩浩荡荡地移走了。
至于我娘与我表妹，还在里面上演什么母慈子孝，而我爹则在前院应对暴躁世子爷。等我搬出之后，便让人将一封信交到了世子爷手上，信上写着：世子爷谨而摇拜，你我婚事未成时，不是我心中所愿，实是孝字难违。如今我已打算青灯古佛，了此残生，指望世子爷与表妹琴瑟和鸣，白头到老。算计我，那我自然要反过来利用这点来算计他们，同时让人前往落水。我娘的兄长家打探，若是真如我祖母所讲的那样，那我娘就很快要被赶出府去了。想到这些年我被他以打牌、交际、府中营生为借口要去的钱，心里都隐隐作痛。很快那封信便起了作用，世子爷已经派人去打探了。府中下人虽然个个严谨，也被我娘敲打过，但是世子爷那般暴力，那般有钱，总能查出一二的。比如我娘是如何宠爱表小姐，总是抢我这个亲生女儿的东西送与表小姐。再比如在婚礼上是如何用一碗莲子羹让我腹痛不止。当然有一部分细节还是我让春桃透露出去的。原本若是我娘真的只是蠢的对表妹好，那我只能受着，毕竟是一家人，最后还是住在同一屋檐下。但坏就坏在他有外心，还是那种龌龊之事。世子爷别看生得好，却是个暴脾气，知道真相的他直接就找到府上，非得让我娘给他一个交代。我娘自是派人寻我去解决这件事儿。他虽算计我们这些亲人算计得明白，但却对付不了世子爷这样的狂人。可惜他寻不到，我借口要去的宅子根本就没去，而是躲进了我祖母送我的那套4进豪宅里。这里有山有水有温泉，好不自在，甚至里里外外也是祖母亲自为我挑选的一些可用之人。住进来后凡事都不需要我去操心，躲在这里安心的看他们在府外斗得人仰马翻，多好啊。听说到最后我娘还是赔了侯府的钱，听说我爹跪在侯爷面前道歉，而他们都在找我的下落。今日刚好有家酒楼新推出的菜色不错，我便出来享受了。用了饭刚出来，就见到一辆马车停在了我的面前。我的表妹有些急急地走下车来，拉住我的手说：姐姐，终于找到你了，你可急死妹妹了，快与我去见世子，她也一直惦着你的，以后我们姐妹就永远在一起。虽然我比你先入门，但你仍是我姐姐。说完她就揉着帕子擦眼泪，可是手却紧紧抓着我不放，这意思是想让我去给世子做妾吧。只要是他抢了先，那就是他赢了，真的是笑话。我只是来看戏的，毕竟他想要我，还有人比他更想控制住我呢。很快另一顶小轿子也快速地奔了过来，我那平常柔弱不能自理的娘也从里面走了出来，一把撞开表妹抱住我：我的儿啊，你可让娘好找，快与娘回家吧，无论发生何事，娘都会护着你的。是啊，让我一辈子嫁不出去。我一只手被表妹拉着，一只手被我娘拉着，极限拉扯。表妹马上用过去的办法：姨娘，你不心疼莲儿了吗？姐姐一直被世子喜欢，可是我什么也没有，如今只能是找回姐姐，她才能看我一眼。您就让姐姐与我去侯府做客，晚点我自会让人将她亲自送回去。我娘则推开表妹的胳膊：我儿好不容易回来，自是要回府中报平安的。莲儿，你自成家后，怎地如此不懂事了？表妹不服，她肯定在侯府日子不好过。毕竟在我那封信之后，世子爷便只会将她当仇人一般，半点恩爱情分也无。至于我娘，之前赔了人家侯府不少钱，这是缺钱了。一个想拿我挡箭，还想一辈子踩在我头上过好日子；一个拿我当摇钱树，总是胳膊肘往外拐。姨母，您当初可是答应舅舅要照顾我一辈子的，舅舅要是知道你如今都不让表姐去我那边做客，只怕会生气吧。表妹突然间说道：你若实在是想念你姐姐，不如就让世子爷到我们家去确认你表姐平安，不也一样吗？到底都是亲戚呀。我看了一眼我娘，她下意识地移开了眼睛。可是从现在的情形我就看出来了，这个表妹也是知道些什么的。
依他知道的意思是，那我死去的姨也是知道的。原来如此，他们这是合伙想卖了我呀。我甩开了表妹，笑着说：娘说的对，表妹只管过一段时间带世子爷回娘家就是。娘，我也想爹了，咱们快回去吧。说完，我就和娘一起回了家。我爹是个混的，平常除了公事对家里不闻不问，回来就对我点头说回来就好，还让我把家里的账结一下，他欠了多少银子，然后就让管家带着他的那些债主进门，就好像我活该为了他们做这些事的。一边吩咐人将公库打开结算银子，一边摸着已经冰冷的手。刚结算这边，我爹心满意足的走了，我娘又过来说：姐儿啊，我那个钱也应支出了吧，这都马上要让人烧过去了。我祖母在世时，我娘便说供养了一位非常厉害的高人，每年需要上百两银子为他死去的爹娘做场大法事，还能为家中消灾解难。我祖母觉得我娘父母去得早，儿女想尽孝也是应该的，所以就每年都给一些，一连给了10多年。娘，我听闻你手上的钱都给了表妹去添补嫁妆了，糊涂啊，还不是那个世子爷逼得紧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早知如此，为何又要答应表妹呢？我娘叹了口气，这不是可怜她吗？别说了，这供奉钱，今年法事便不办了吧？娘，你已经将宫中能花的银子都给用上了，我若再拿出银钱来，那便是要动用私库了。我祖母之前吩咐过，除非万不得已，不得动用私库。娘，你应该明白。我不明白，你祖母在时，可是每年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断了这份钱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莫非就因为我让你表妹替你嫁了，你就恨上为娘了？姨奶娘，你赔给侯府共330两银子，我想问问，你在我那儿留下的半数嫁妆又弄到哪里去了？里面可是足足有400-500两的银子呢，还有各色珠宝首饰，就这么无缘无故的消失了吗？我娘噎了一下，还要说什么？不若这样，让爹过来为咱们说些公道话。可没有想到，我娘的茶杯突然间就向我砸来，茶不热，还可以说是浇得人透心凉。这后宅之事为何要让你爹过来看热闹？真的是让你管个家就给我摆个谱，当真不怕我撤了你的掌管钟馗之职？我抹了一下脸上的水，冷笑：你还真没有这个能力。我站了起来，步步逼近我娘。你可知道家中有多少铺子，多少田地，多少山头，多少故宫？你不知道。而且我祖母生前将掌家印信交予我保管，你无权干涉。还有，每年在你手中消失的银子还少吗？是不是让我查查他们都去了何处？我娘倒退几步，竟哭了。你果然还是怨我的。若不是我让你表妹嫁与世子爷，你能有这样逍遥的日子？那世子爷每日都对你表妹拳打脚踢的，你应该心中明白才是。我这是在救你于水火，是吗？那真的要谢谢您呢。这笔钱，无论您怎么说，我也不会出的，请回去休息吧。他还没回去休息，那世子爷与表妹就回府了。我马上躲回自己的院子，自让家里人去迎接，而我让府中的自己人去打探事情的发展。没有想到，回来的人看着我的目光都带着同情。我喝了杯茶，说吧，天都快黑了，他们的阴谋也应该摆在明面儿上了。那人轻咳一声说：表小姐说，夫人要再不帮他，他就去舅舅那里告状，还让夫人把你送给世子爷做妾。我并没有感觉到惊讶，可是我娘的话却让我恶心了。夫人说，您在家中掌管公库与私库，若是嫁了，肯定会搬空整个家，所以他会给你下药，送上世子爷的床，平息他的怒火，更加让你嫁不出去，只能在府中管着钟馗，再等世子爷想起您来就来看看您。我啪的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没有想到，原来我在我娘的心里一文不值。既如此，我也不必再顾忌什么了。既知道他们想干什么，当我娘贴身的婢女来我屋里送冰露的时候，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将手中账本放下，道：娘可是真的心疼我，知道这时候喝点这些凉的东西最好了。婢女其实是我爹的通房，已经开过脸了，她盘着发，还有些姿色，
见我这么说，就将冰露送到我手中，而我使了个眼色，立刻有2个嬷嬷上来将他按住。我将那碗冰露掐着他的下巴直接喂下去，让下人们将他换上我的衣衫放在床上，而我则去了同院的书房。很快院里闹了一阵，然后就回归了平静。掌灯时，我娘带着表妹2人就欢欢喜喜的来了。我倚在书房的窗前看着，直到他们走进了我的房间，嘴角翘了起来。我故作惊讶，发生何事？你们快去看看。我说的你们，是我早就安排好的打手。他们呼啦一声从4面8方跑了出来，直奔我的房间。眼见着一个衣衫不整、披头散发的男人从里面跑出来。为什么会是这个女人？你们哄骗于我，何方贼子，竟在我家小姐后院衣衫不整，欲行不轨之事儿，给我打！他们都拿着棍子对着世子爷下了重手。我娘与我表妹这时候也出来了，还跟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女子。她出来就指着我，夫人，是她，是她！我眼见着我爹过来，叫道，爹，刘姨娘与一位外男竟然跑到我这里来鬼混，你快快处置了他！我爹都懵了，眼见着打的人是世子爷，马上叫人住手，然后看到眼前这情形，也气得当场动手打了那位刘姨娘。而我的表妹此时跑到世子爷身边一瞧，看到他已经被打得晕死过去，不由得又怕又急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。我掩去心里的笑意，这次他们回到侯府，只怕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以后这个世子爷也再没有啥脸面来我府上了。现在我在旁边道，爹，刚刚刘姨娘来给我送母亲煮的冰露，我看书正酣，便让她在我房里等一等。哪知刚刚外面闹起来，我出来一瞧，竟发生了这种事儿。我爹哪有不明白的，当即骂道，堂堂侯府世子竟是这般好色之徒，来人把他给我送回他府中去。等一下老爷，这其中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我娘深深看了我一眼，心中只怕已然明白了，她的眼神中没有自责，有的只有嗔怪。我也不在意，爹，这世子爷明显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刘姨娘可能是替女儿受了，这府上我还是不能住了，可否让女儿去祖母留下的宅子里躲一段时间？去吧去吧。我爹似乎也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，就挥了挥手让我离开。他还是重脸面的，至少想让我嫁个好人家，成为他官场的助力。不成，你要走了，这府中上下有谁来管理钟馗？除非你现在就交由母亲来。不必了，账本什么的我自会让管家带到我那里查看。府中要有什么用钱的事儿，直接去我那里领了钥匙，等用后再还回去好了。对外就说我从来没有回来过府中。我说完之后，我爹还是满意的，但我娘仍然是不同意。娘，我还是要嫁人的，要是损了名声以后，可怎么嫁得出去呢？我看了一眼我爹，他挥手，去吧，那女儿走了，爹保重。还有这个刘姨娘，我看就发卖了吧，今日之事便是他诱惑主子，倒与那世子爷无什么关系。爹，你说是吗？我微微一笑，看了一眼想到我娘就离开了。很快他也笑不出来了。据说世子爷回府后养了1个月才能下床，刚能下床，他就打得我那表妹全身青紫。我表妹去找过我娘几次，都被拒在门外。他恼羞成怒，给我舅舅写了封信。我将那封信拦了下来，发现表妹只知我娘是怕他的，但并不知道个中真相。但是我将信的内容稍加修改，再让人送了出去。不出半个月，一个16、17岁的少年敲响了我家大门，然后大骂我娘生而不养，害得他被舅舅赶出家门。而现在他来认亲了，这真的是件奇事。毕竟我爹与我娘是少时夫妻，突然间跳出一个称他为娘的少年，实在让人匪夷所思。初时我爹是不信的，还当是有什么误会，等看到少年那张脸，立刻就有些恍惚了。连我此时一瞧，也觉得他竟生得与我娘如此相像。吵嚷什么，将人带到府中去问。我回来的正是时候，在我爹还在犹豫的时候，我已经让人将这少年带去堂屋。你就是那个挣钱养着我的赔钱货。我娘呢，叫他来见我，不是说我的那个后爹已经去世了吗？怎么不让我来继承家业，还要断我银钱？那少年倨傲得很，
口出狂言，看来他还不知道旁边站着的中年男人就是我爹。至于他为什么觉得我爹死了，那自然是我在信上写的呀。我爹气得眼睛通红，本想再说几句，但被我挥手拦住，问了一下他娘的身份，他都答上了，那个女子正是我娘无疑了。我爹瞪大了眼睛，这怎么可能？万万没有想到，我娘在婚前竟已经有一位私生子了。是的，我也没有想到，但我祖母在临死前察觉到了，不过他老人家为了家族和睦也没有说出来，只怕我会被他算计终身，这才写了封信警示。而我也通过这封信知道我娘的心思全不在我与爹身上，她爱的是这个私生子，每年都会将大把大把的银钱往娘家送去，本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，但没有想到我马上就要嫁人了，而我娘肯定要一大笔钱周转，这才不想让我嫁出去。我若嫁出去，她本来就是个空壳子，再没了我这棵摇钱树，那去哪儿弄钱？所以她才把我表妹弄来，在我眼皮子底下演了一出戏，让我以为她心疼表妹，才阻止我嫁出去，再想办法将我名声搞臭，这样我就成了他远在家乡的儿子的终身钱仓。如果不是祖母留下的信，我只怕要被他一直戏耍下去。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花销啊？我娘正让我给你凑银子呢，没有想到你竟然找来了。不明白的事情就得问，真的在弄钱吗？这不是想向洛水县令的女儿提亲吗？只要求娶了这位小姐，我以后科举之路也是顺风顺水。现在知道了，就把钱给我抬出来，我好去提亲。他看着我的眼神一点亲情也无，只有满满的贪婪。想想也是，只是一件我那舅舅一直用来套钱的工具，若没用就赶出来，能被教好才怪。我挥了下手，门外的人总算是将被捂着嘴的我娘给放了进来。她双目通红，一进来就指着我骂：你这个不孝女，竟然想出这种害我的办法。我想的吗？还是说你觉得我和眼前这个男子联合起来害你？那好办了，直接报官便是。我冷笑着说出口，就凭我娘溺爱这个儿子的程度，肯定不会同意的。不行，他看来已经乱了，有些责怪的看了一眼那位少年。他看着我娘，娘，你不是说熬死那个男人就去接我享福吗？可为什么他死了，你也不来接我？我爹终于暴跳如雷，住口！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我娘还想再狡辩，可是我已经将祖母那封信交给了我爹，上面明明白白写着，祖母对我娘送回娘家的钱与东西起了疑，于是让人去查，结果竟然知道她在未嫁之前便与一位年轻的书生珠胎暗结，并生下一位男婴，她将那男婴养在我舅舅身边，祖母担心他有外心，这才将家中的事务一切都交给我。我爹看后按住头跌坐在地上，然后喃喃道：所以新婚夜与我洞房的其实是第二天就被你当场打死的丫头。我娘脸色灰白，只能点头承认。那少年也反应过来，你就是我那后爹，你没死啊？那我表姐给我舅舅写信，说你的男人死了，是莲儿写的信。我娘终于崩溃了，那个小贱人竟然敢做出这样的事儿，我要杀了他！我爹此时也终于振作了起来，眼中露出狠厉之色。来人，将这个男人给我抓过，扭送官府，说他意图败坏四品官员夫人名声，还偷到我府上钱物，其罪当诛。不要啊，老爷，求你看在妾身面子上，就饶了他吧。姐儿，快来劝劝你爹，放了你弟弟。我娘从来没有为我求过什么，也没有为了我这般慌乱过。我没有什么弟弟，滚！我爹一脚把我娘踹开，然后冷冷说：夫人因为名声受损，趁人不注意在房间中自缢，爹，划伤他的脸，将人放了吧。我挥了挥手，无奈地叹了口气说：我爹看了我一眼，最后点头同意了。那少年还挣扎，大叫着让我娘救他，可我娘也自身难保。直到此时他叫着：姐儿，快救救娘，救救你弟弟，算娘求你了。我没有看他们，很快两个人中的一个被拉进了大牢，他身娇体弱，根本受不了用刑，不过3日便被错手打死了。至于怎么个错手，
那就得去问我爹了，毕竟他在我手里支出去1000两的银钱，用来买一条人命足够了，还是我让人给那少年收的尸，不过直接埋进了乱葬岗中。他要是个聪明的，或许我还能留其一命，但当真是蠢笨无比，实在是不值得冒险留下。今日秋风格外萧瑟，我在胭脂铺中出来，远远的就看到久不出侯府的表妹终于露面了。她本瘦，此时却是风一吹就倒的柔弱，谁看到不赞一句病西施，可惜是个瘸子。看到我后快步走来，或许是想与我旧事重提，或是想将抢来的婚事再还给我一次吧。但没有想到，突然间有一个人影在暗巷里冲来，一把生锈的杀猪刀直直插进他的心脏处，接着一个癫狂的声音嗓哑着喊道：我终于为儿子报仇了，儿子你等着，我要让这小贱人给你陪葬。是我娘，我几个月前埋下的伏笔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。周围的人都惊慌而逃，而我却一动没动，眼见着侯府的卫兵赶到，将尖锐的长枪刺进了我娘的胸口，他们2个一起倒在了血泊之中。我趁乱蹲在了我娘面前，小声说：娘，那信是我送给舅舅的，不是表妹。我娘圆瞪双目，用嘴型问为什么。我没有回答她，只是心里想，从她和表妹算计着让那畜生毁我清白的时候，我和她便已经是不死不休了。